我自幼被当作皇后培养，入宫后，皇上却与我约法三章：不动心，不圆房，不越界。3年后，待他大权在握，便许我一个自由身。为此，我勤勤恳恳当了3年皇后，好不容易熬到出宫。偏在这时候，有头天杀的驴踢了皇上脑袋，他失忆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龙床上，皇上双目紧闭，卷翘的长睫紧紧合着，眼睑头上一层深深的阴影。御医坐了片刻，收回把脉的手，俯身行礼。禀太后，皇上已无碍，只是记忆会有几处紊乱。此言一出，太后的脸瞬间一白，口中呼着：“我的儿啊！”便再顾不得其他。我眉头紧皱，问太医：“皇上如今记忆紊乱，可会影响政务？”这还需观察，不过请皇后放心，在皇上大好之前，微臣必日日跟随，一有状况立即采取行动。我叹了口气，也只能如此了。哎，好不容易熬到这一天，我还等着假死脱身呢，结果竟然出这种意外。越想我越是郁闷，将茶杯重重往桌上一放，怒道：“天杀的，哪头不长眼的驴踢了皇上的脑袋，把他剁了！太后和本宫今晚就要吃驴肉火烧。驴肉火烧外酥里嫩，一口下去满嘴流汁，令人食指大动。按我的胃口，原本吃一盘都绰绰有余，但可惜……皇上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好香！”我低头看了眼自己手上咬了半口的火烧，又抬头望了眼虎视眈眈的皇上，没好气地说：“有我的口水，所以才香。”皇上眨了眨眼，紧接着张口就咬住了我的火烧。他这是犯病了，异食癖。我扭头就问太医：“失忆后得异食癖的概率有多大？”太医先是一愣，想了想方才的状况，不由得深吸一口气道：“不完全为零。”原来如此，我的眼神瞬间转为怜悯。好吧，我不跟他计较。爱吃沾了口水的驴肉火烧是吧？那吃去。我将皇上盘中的火烧狠狠咬了一大口，又放了回去，就像是见到骨头的狗子一样。皇上埋头就吃，狼吞虎咽的吃相让御前公公眉头紧皱。他忍不住发出疑问：“驴肉火烧真有那么好吃吗？”我翻了个白眼，顺手递给他一枚：“赏你的，吃去吧。本宫乏了，先休息了，皇上请便。”沐浴更衣后，我打了个哈欠，缓缓躺在了自己香软的大床上。没过多久，突然感觉身侧一沉，我不耐烦地睁开眼，正好对上皇上那双亮晶晶的眼，登时吓了一跳。皇上这又是做什么？朕也乏了，要休息了。那你回乾清宫啊，不然去淑妃那、李贵人那都可以啊。不可以待在这里吗？呆凤启宫，我诧异地捂住了嘴。今儿又不是初一和15，皇上带本宫这干嘛？皇上沉默了一会，露出不解的神情。不是初一15，朕就不能和皇后待在一起吗？当然了，我们明明说好的。我当即便要赶皇上走，谁知御医却从床底探出头来。皇后娘娘，心情愉悦才有利于皇上恢复记忆。我只好无奈地对皇上说：“好吧，那你就待着。”又恶狠狠踹了御医一脚：“你出去！”入宫3载，我与皇上一直相敬如宾，便是新婚那夜，也不曾圆房。我一直以为他不行，所以哪怕睡一张床，也不曾防备过他，直到今日，再动手动脚，我就踹你下床了。第3次挣开环住脖颈的双手后，我忍无可忍道：“呜呜！”皇上抽泣了一声，怯生生地说：“但朕记得，夫妻之间就是应该相亲相爱，为什么卿卿不让我抱？因为我们是假夫妻啊。”我冷冷地睨了皇上一眼，面无表情地开口：“约法3章还记得不？不动心，不圆房，不过界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”朕忘了。皇上眨巴眨巴眼睛，乖乖抱着手臂坐着，像只正在摇尾巴的大狗。可我只是冷笑一声：“本宫还记得，所以你不可以乱来，否则就给我滚回乾清宫。”又是一阵沉默。皇上红了眼眶，但终究还是低头妥协：“知道了，朕会听皇后的话。”这还差不多。我翻了个身，在床榻最深处闭上眼睛，本以为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，谁知半夜却被大蟒蛇缠住，
闷得我喘不过气。你这个不听话的坏狗，给我撒手！亲亲，好香！撒手！我拿起枕头就打皇上的头。亲亲，不放手！我脸色更黑，手中也加了力道，直到睡在隔间的侍女被内殿的动静惊醒，前来阻止。娘娘，再打下去，皇上的脑袋又要缺一块了。我这才咬住下唇，不甘不愿地停了手。哼，登徒子！次日御医前来诊脉，居然不长眼地问：皇上今日上朝时神采奕奕，可见昨夜睡得很好，但皇后娘娘，您为何眼眶发青，双目无神？我冷冷一笑：你这是在打听宫闱秘事？不敢，不敢。御医深深低头，躬身行礼。皇上与皇后间谍情深，真是令人钦羡。正所谓只羡鸳鸯不羡仙。我赶紧打断他，别废话了，皇上啥时候能好？御医脸上露出纠结的神情。这可能明天，也可能。我见不到希望，气得直骂。你也不知道。庸医。太后却一脸欣喜，拉住我的手，乐呵呵道：这是好事啊，青青。你想想，从前皇上1月才临幸你2回，如今他失忆了，来你宫中的次数反而多了。姑母这辈子的心愿就是看你诞下太子，坐稳中宫之位，想来这一天不会远了。说罢，太后的目光落在了我的小腹上，带着满满的期许。我没来由的打了个寒战，给皇上这个烂黄瓜生孩子，我才不要！今晚我就跟他摊牌，不管失默失忆，都得给我按规矩来。皇后娘娘，今夜可是淑妃娘娘侍寝，你不能硬闯啊！碧水宫的太监宫女们见我来访，脸上纷纷露出警惕的神色。我扬眉一笑，硬闯又怎么了？本宫是6宫之主，这6宫之中有哪一处本宫去不得？再说了，本宫又不是来抢人的，只是交代些事，说完了，淑妃该侍寝还接着事，本宫又不会拦着她。我信步上前，宫人们没一个敢出头阻拦，一时之间，偌大的碧水宫竟如无人之境。我缓缓推开内殿的门，心中早已做好万全的准备。无论待会看到的是什么，我都会心如止水，无悲无喜。但看清楚殿内场景后，我还是愣住了。只见一条碧蓝色的水袖悬于梁上，而皇上正将自己的脖子往上套。我瞬间瞪圆了眼睛。皇上，你这又是做什么？青青，你终于来了，他要非礼我。皇上松开水袖，哭哭啼啼地躲到了我的身后。我抬眼望向淑妃，她的脸一阵红一阵白的，猛地一跺脚说：妾身只是想侍奉皇上。她脸上露出个笑，明媚的脸像一朵绽开的芙蓉花。皇上能把水袖还给妾身吗？咱们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挺好。听闻淑妃一舞水袖动四方，正好今天见识一下。我找了张椅子坐下，准备赏舞，皇上却一把将我拽了起来。青青，他不正经。他说给我跳舞，跳着跳着就跳我怀里来了，正经的水袖舞哪里会这样？他就是贪图我的美色，想糟蹋我。青青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这一番话将我听得外焦里嫩，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又听淑妃哀嚎道：皇后娘娘，妾身冤枉，妾身只是想侍奉皇上，妾身……你们都给我闭嘴！我恶狠狠地冲2人咆哮道，铁青着脸对小德子招了招手。驴肉火烧还有吗？再来一盘。淑妃坐在我的左边，咬着下唇，眼神委屈。皇上坐在我的右边，环抱着我的一只胳膊，目光哀怨。我表情淡淡，咽下最后一口驴肉火烧后，才不紧不慢地开口。淑妃触怒天颜，罚禁足1日。才禁足1日便罢了吗？皇上瞪圆了眼睛，不可置信道：朕可是差点就被他非礼了，青青居然不为朕做主，亏朕还心心念念想着你。他说着，眸中缓缓浮上一抹水光。御医无声地望着我，眼中的谴责一览无余。我叹了口气，无奈道：2日。皇上捧住自己的脸，突然开始哭诉：朕的一片真心真是为了狗了。3日。我眉头紧皱，语气也带了丝严厉。陛下，请您不要再无理取闹了。皇后娘娘所言极是。淑妃悄无声息地抱住了我的左手，娇滴滴道。皇上瞬间气急。
便是3年也不能解朕的心头之恨。那你要如何？朕要他的命。这句阴森森的话一落下，殿中立即鸦雀无声。淑妃怔怔地望着皇上，好半天才反应过来，一屁股跪在了地上。陛下，您不能这样，妾身跟了你1年，没功劳也有苦劳，您怎么能如此对我？皇上冷冰冰地拂开他的手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即日起，将淑妃打入冷宫，朕与她此生不复相见。淑妃再次愣住，这一回却再未求饶。她眸光一变，水灵灵地站起身，双手叉腰，指着皇上的鼻子就骂：你敢！本宫是北荣公主，你若敢将本宫打入冷宫，便等着与我皇兄兵戎相见吧！皇上一股脑儿钻进我怀里，眼中满是恐惧。青青，你看，他果然不怀好意。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今天朕算是明白这句话了。淑妃挑眉，冷笑道：谁先挑事的？你这个疯狗，变态，死断袖，白白糟践了我的舞。本宫是疯了，才会抱着侥幸之心来讨好你。说罢，淑妃单手撕裂了水袖，动作干脆利落，语气也同样铿锵有力。给你跳，不如给狗跳。嘤嘤！皇上又发出一句奇怪的叫声，同时用小拳拳捶我胸口，委屈道：青青，他说我不如狗。我还有火烧吗？小德子的神情有几分犹豫。只剩娘娘您赏赐给奴才的那份了。娘娘您别昏过去啊！娘娘慢用。淑妃身为和亲公主，身份特殊，向来得皇上恩宠。今天会发生这种闹剧，盖因皇上被驴踢了。待他清醒，发现自己捅了这么大的篓子，肯定也会后悔。所以我选择维护淑妃。你是金做的还是玉做的？那么不禁碰。真不想就别来啊，自己要来还怪人家。说人家想非礼你之前，你要不要先看看自己有没有不守难得？我推开皇上，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质问。他瞬间掉下泪来。青青，你居然不站在朕这边！罢了，朕早该知道的，女人的嘴，骗人的鬼。皇上哭哭啼啼地跑了。御医追出去2步，又回头看了看我。皇后娘娘，你怎么不哄皇上2句呢？那可比微臣开10副方子都有用啊！保持心情愉悦，他才可能早日恢复嘛。说罢，御医叹了口气，摇头晃脑地离开了。淑妃却揽上我的胳膊，眉开眼笑道：好姐姐，本宫就知道你对我好。那姐姐拜托你，你皇兄那边能否保密？淑妃乖巧点头，自然守口如瓶。不过这句场面话，也自然谁都没信。淑妃还是送了信，我还是派了人拦截。只可惜，尽管拦住了大部分，还是有一封信送到了北荣。没过多久，北荣便以此为借口，发兵进攻我国边界。一时之间，人人自危。我深知此时不是急流勇退的好时机，须得留下来，与皇上一同抵御外敌。却不曾想，才打了3天，北荣就求和了。皇上，臣妾什么都愿意做，求您退兵。酷暑的天气，淑妃在乾清宫外跪了2个时辰，然而皇上闭门不见。我看不下去，对皇上说，与其折磨他，不如给他一个痛快。皇上这才挑了挑眉，缓缓道：太便宜他了，再怎么也得割地赔款，就像从前他们对我们做的那样。这我当然同意，可淑妃不同意。她听了我的传话，开始1哭2闹3上吊。皇上置之不理，他就变本加厉，闹得宫中鸡飞狗跳。我没办法，进了他的族，却正好给了皇上发挥恶趣味的机会。他将淑妃关进笼子，日日给狗跳舞，这确实是有些变态了。被我指出来的时候，皇上一脸傲娇。那个女人骂我不如狗，我就让她真给狗跳舞，有什么不对？听起来是没什么不对，但皇上不想要更多的城池吗？我观察着皇上的神情，劝道：17、18岁的女孩子，千里迢迢来到敌国，她也不容易。臣妾听闻，如今的北荣王与淑妃乃一母同胞，感情极为深厚。比起让她在这发疯，还是送她回去，换取更多的城池更妥帖。北荣同意了此事。从前我国被割走的领土，竟然以这种荒谬的手段拿了回来。将淑妃送走这天，艳阳高照。
淑妃嘴里骂骂咧咧，眼神却还是愣愣的，一副不敢置信的模样。本宫要回家了，本宫真的可以回家吗？本宫还没有完成父皇交代给我的任务。我给他递了块驴肉火烧，淡淡道：他已经不在了，不是吗？如今北戎的王是你皇兄，你皇兄希望你回去，哪怕将城池拱手相让，他也愿意。淑妃的眼眶渐渐红了。皇兄从小就疼我。其实我答应父皇出来和亲，也是希望皇兄的日子能好过一点。幸好如今，淑妃最后看了我一眼，眼神中带着感激与一点微妙的不舍。皇后娘娘，我要回家了，这一次再也不会回来。一路顺风。我对他招了招手，没想到下一秒，猝不及防被他抓住。狗皇帝不能人道，皇后姐姐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些小礼物，你偷偷玩，别被人看见了。什么？我诧异地抬起头，就见淑妃猛地将手缩了回去，只小声道：种类很多，你每一样都可以先试试，若是有喜欢的，可以写信给我，我再给你送。他对我眨眨眼睛，接着啪的一声合上了车窗。我呆立在原地，面红耳赤地想到，偷偷玩的小礼物，不会是……你们在说什么悄悄话？朕也要听。皇上将头凑过来，满脸好奇。我慌忙摇头，没什么。我原以为淑妃走后，宫中能太平一阵，不曾想才过了3日，梁妃侍寝又掀起腥风血雨。清凉殿中，皇上与梁妃扭打在一起，简直像2只红了眼的猴子。太监、宫女们跪倒了一地，齐刷刷地盯着自己的鞋尖，大气也不敢出。这又是怎么了？我轻喝一声，好半天，地上的一窝小鹌鹑里，才有一个颤巍巍地抬起了脑袋。是这样的，梁妃娘娘见皇上体弱，想霸王硬上弓，但皇上只是脑袋空空，四肢发达得很，所以他俩就打起来了。这叫什么事啊？我眼前一黑。娘娘，现在还不能晕。御医焦急道：皇上快打不过梁妃娘娘了，您得帮忙。废物！我抱着双臂走到一边，面无表情地看戏。但他俩估计也要脸，我还没看多少呢，这场闹剧就结束了。梁妃头上的高马尾没散，依旧高竖，皇上的玉冠却松了一半，整个人也垂头丧气的，正被梁妃指着鼻子骂：你不试试女人，怎么知道女人的好？低头的人冷哼一声：女人好不好朕不知道，你肯定不好，你竟然嫌弃我！梁妃的情绪瞬间被点燃，怒道：我爹给你抛头颅洒热血，你就这么欺负我？你先对朕动手动脚的，小孩子打架真是没意思。我一人分一个驴肉火烧，二人正是精疲力尽的时候，拿起它就往嘴里塞。梁妃吃了我的火烧，便有意拉我入伙。皇后娘娘，你来的正好，咱们一起把皇上抓住就地正法了。我不信他开了荤还能接着断袖。我又塞了一个火烧进去，梁妃被火烧噎住，再说不出虎狼之词。皇上顺势钻进我的怀里哭泣：青青，这个坏女人想非礼我，我差点就……呜呜。梁妃最看不得男人哭哭啼啼的模样，当即一口咽下火烧，撸起袖子就把皇上从我怀里拽了出来。皇后娘娘，你别被这小绿茶骗了，他是个该死的断袖，若不趁他现在人傻好下手，我们都得守一辈子活寡。断袖，皇上？淑妃走时也说过类似的话，但这怎么可能呢？这段时间我和皇上同吃同睡，他明明没有一点排斥女人的反应。梁妃冒犯皇上，罚禁足3日。略施小惩后，我便将梁妃的话抛之脑后。梁妃眼睁睁地看着我将皇上领走，急得直叫唤：老妹儿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不然你真的是请过？不曾，但那是因为我和皇上有言在先，其他妃嫔怎么可能没有？我的脚步不曾停留，只淡淡道：梁妃慎言，皇上也是你我能议论的，你且回去好生反省。青青，你果然是爱我的。皇上埋在我的肩头，笑得眉眼弯弯。他小声抱怨道：那个疯女人吓死我了，但一想到你会来救我，我就不怕了。软绵绵的语气加上他墨发蹭过来的毛茸茸触感，他简直就像我幼时养过的小狗一般。我心里一阵悸动，像是千万只蝴蝶同时扇动翅膀，但下一刻却又强迫自己收心。
皇上只是失忆了，他迟早会恢复的。届时我与他还是如约定那般，桥归桥，路归路。皇后娘娘，梁妃与我从小一同长大，她只是一时想差了，没有坏心眼的。纯妃听闻梁妃被禁足，特意前来求情。她向来深居简出，从不争宠，在宫中存在感很低。此时一身月白衣裳，捧着一盒精致小巧的百合糕，娴静的面容上带着哀求，煞是楚楚动人。我忙拉住她的手，安抚道：我明白。纯妃松了口气，眼中露出丝浅笑。皇后娘娘明察秋毫秋，是宫中姐妹之幸。我抿了口茶，又听她话锋一转，不知皇后对皇上这次失忆有什么看法？看来纯妃也不如我想象的那般不问世事啊。我怔了怔，淡淡道：不好说，那头驴出现的太蹊跷了。纯妃点头，臣妾也这么认为。话音落下，她突然对我眨了眨眼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皇上不是真的失忆，而是在试探我们？纯妃慎言。我往后退了一步，见那文秀的纯妃又是一笑。这里没有旁人，皇后娘娘只管放心。臣妾只是与您说一些闺中之事罢了，能有什么坏心眼呢？但皇后娘娘，臣妾希望您能明白，当年皇上登基时，只是一个12岁的羸弱皇子，是世家为他扫清一切障碍，才让他走到了今天。可如今他已完全掌权，我们这些世家的女儿对他来说便已经无用了。皇后娘娘，你我都得为自己打算。狡兔死，走狗烹。我听到这里，已然变了脸色。纯妃莞尔一笑，从我身边走过，身姿如若柳扶风。我万万没想到，纯妃的打算竟然是给皇上下药，让自己怀上龙种。事情败露后，连太后也被惊动。纯妃毕竟是她选进宫中的，她因此发了大脾气。你也是知书达理人家出来的闺秀，怎这般不自爱？纯妃闻言，冷冷一笑。她仰起头，一双明眸中满是泪光。若有的选，臣妾怎会走这条路？实在是皇上欺人太甚。皇上怎么你了？太后气得发抖。明明是你自己不思进取，学画本里的女子玩什么欲擒故纵，让皇上冷落了你。或许吧，但太后娘娘，您知道吗？哪怕是下药，皇上也不肯碰我。我用尽手段，至今仍是完璧，完璧啊！仿佛晴空落下了一道霹雳。不仅太后愣住，我也愣住了。纯妃捂着脸，掩面而泣。从前我觉得皇上是正人君子，只要我好好表现，一定能打动他的心。可如今我明白了，他不是正经，是根本不行。或许真如宫中传言，他喜欢男人。纯妃梨花带雨，我见犹怜的模样，我想没有男人会不心动，除非那个男人根本就不喜欢女人。我恍然大悟，这一刻，一切的不合理都得到了解释。皇上就是断袖，只是拿我们当幌子，白白蹉跎了我们的大好年华，还打算用完就扔。他的失忆肯定是假的，甚至于他对我的承诺也是假的。亏我还以为他是好人，其实一切都有利于他。不动心是因为他喜欢男人，不会喜欢我；不圆房是因为他喜欢男人，对我不行；不越界是因为以上2条保证了，他不会对我感兴趣。我咬紧了牙根，只感觉情绪正一点点地往高处溢，头都跟着发晕。却在这时，太医正好赶来。皇后娘娘，皇上需要您，快跟我来。我正在气头上，当即便跟御医走了。不是为了满足皇上的需要，而是为了给自己讨一个公道。青青，好热。龙床上，皇上一头绸缎般的黑发散落在素色的床单上，脖颈纤长，衣衫半开，美得像是一幅画。抱我！他拽住我的衣袖，眼中带着渴求。若是换作平时，我早已拥他入怀，陪他逢场作戏。但这一次，我无情地推开了他，冷声道：别装了，你根本就没有失忆。青青，你怎么了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我的脑子好疼。还装呢？我捏着皇上的下巴，强迫他与我对视。他鬓发散乱，被我一扯之下，胸前衣襟大开，成片的肌肤裸露在外。但我不曾多看一眼，只顾着向罪魁祸首泄愤。你这个死断袖，白白骗我3年青春，
让我给你做牛做马。如今利用完还想除掉我，你怎么不去死？皇上愣了很久，一滴透明的泪从他的眼中无声滑落。是你让我别死啊！是你说，就算世上所有的人都不希望我活着，还有你会希望。那滴眼泪落在我的手背上，明明是温热的，我却无端觉得很烫。我突然想起，多年前，在我还年幼的时候，曾和皇上有一段往事。那时他只是个宫女所生的不受宠的七皇子，我却是皇后嫡亲的外甥女，风光无限。为了给我镀金，家里常送我来宫中陪皇后。日子久了，宫中的皇子公主们我都混了个脸熟，除了七皇子，他天天穿着太监的衣服，整个人脏兮兮的，我们都不爱带他玩。直到一次盲人捉象，皇子宫女们戏弄我，将我引到了七皇子那里。可怜我毫不知情，抓住他就往怀里抱，丝毫不肯撒手。所以当眼前的黑布被取开时，天都塌了。皇子公主们都在嘲笑我，我觉得既尴尬又羞耻，恼羞成怒之下，对七皇子说了很多难听的话。他没有哭，只是沉默地看着我，沉默地挨骂，沉默地离开。我觉得自己很丢人。父亲教导过我，迁怒弱者是懦夫的行为。七皇子也是被捉弄的受害者，他没有做错什么。我那么骂他，属实是不应该。我决定向七皇子道歉，却万万没有想到，夏常在，也就是七皇子的生母，竟然因为得罪了皇上的宠妃，被推进荷花池淹死了。七皇子本人都不受宠，他母亲的葬礼自然也是草草收场。皇后姑母不让我去找他，说晦气。他还告诉我，七皇子没掉一滴眼泪，真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，就跟他的父皇一样。我没听姑母的话，还是去找了七皇子。他跪下夏常在的灵堂前，整个人都显得很木讷。我说，对不起，我那天不该骂你的。他没吭声。我又说，节哀顺变。他还是没吭声。我最后看了他一眼，准备走了，他也没跟我说一句话。可当我走到门外的时候，突然听到里面传来咚的一声，七皇子用他母亲的素衣上吊了。我那时约莫才11、12岁，他也差不多，只是我胖嘟嘟的，他瘦骨嶙峋，所以才让我救下他成为可能。你在干什么啊？寻死吗？你脑袋是不是被驴踢了？七皇子轻轻点头。所有人都想我死，所以我就去死。什么叫所有人？你知道世上有多少人吗？想你死的只是少部分，大部分肯定是希望你活着，好好活着。比如我，比如你娘。我的话音落下，七皇子乌黑的眼里突然开始掉很大的泪珠。可如果不是我，我娘就不会死。她根本没有得罪贵妃，是我，贵妃讨厌我。七皇子在我面前哭得像个泪人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，只好把爹教我的那一套搬出来。哭是没用的，只有让自己变得强大，才能打仇人的脸，为你娘报仇。小小的少年点头，我不哭了，我笑。他说着咧开嘴，那个笑简直比哭还难看。我下意识地摇头，不，你还是接着哭吧，在爱你的人面前哭不要紧，对方只会觉得你可爱。七皇子哭泣的脸和眼前的皇上渐渐重合，我心一软，下意识地伸出手去为他拭泪。皇上吸了吸鼻子，将头埋进我怀里，闷闷地说，我有听你的话，我一直努力地活着，还努力想办法和你在一起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懵了。难道我入宫还有皇上的手笔？在我的质问中，皇上一五一十地交代了，是我怕别人抢走你，于是刚当上太子就放出了倾慕你的消息。原来我之所以被当作皇后培养，都是因为他。我瞬间想起了那些学琴棋书画到吐的日子，繁琐的规矩，严厉的嬷嬷，失去的自由。我猛地甩开皇上的手，扭头就走。他愣住，下意识地挽留我，青青，别走，求你，滚！回答他的是我气急的怒吼。我回宫后倒头就睡。第二天醒来时，听说昨晚皇上突发恶疾，差点没熬过去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一定又是他骗我上钩的手段。我的内心毫无愧疚，但依着宫中规矩，还是去看了一眼。这一眼让我脸色大变。
床上的男人苍白如纸，一双黑眸却锐利如鹰，正灼灼地盯着我，冷漠、高傲而淡然。毫无疑问，这是失忆前的皇上。恢复记忆后，皇上先是处死纯妃，没几天又处死了梁妃。他甚至还将剩下的妃嫔们全都打包进了静安寺当姑子，手段之狠辣，让人闻之色变。但因他大权在握，文武百官都不敢智慧。我爹都特意嘱咐我，谨慎些，莫要去触皇上的眉头。我很谨慎，但架不住皇上就是要找我麻烦。皇后，过来。他漫不经心地对我招了招手，动作就像逗弄猫狗一般。偏偏我还只能战战兢兢地受着，因为一个不小心就会人头落地。但即便我再小心，恐怕也还是逃不过。宫中如今只剩我一人，也就是说，轮到我了。我惴惴不安地等着皇上的惩罚，不料他竟说：“朕失忆的这段时间，多谢皇后的照顾。鉴于此，当初的约定作废，你仍是朕的皇后，朕唯一的皇后。”真的吗？我这就逃过一劫了。可我昨夜才丢下他，他那么记仇，会好心放过我？这当中肯定有诈。不必了，多谢皇上厚爱。我断然拒绝。皇上淡淡地瞥了我一眼，突然牵起我的一只手，放在颊边。青青，你是不是很讨厌朕？哪怕朕把所有的面具都摘下来，你也不会多看朕一眼，是不是？我其实也没那么讨厌，但现在的他实在是太可怕了，像是随时就要诛我九族似的，还是保命要紧。我咬了咬牙，一字一句道：“对，我就是很讨厌你，所以约定不能取消，我要走。”你走不了。皇上广袖微拂，书桌上那些名贵的笔墨纸砚都扫落一地，而后他一手垫着我的头，一手将我按倒在冰冷的大理石桌面上，一边亲吻我，一边寒声问道：“朕有没有告诉过你，朕其实是个为了活下去可以不择手段利用所有人的人？”说这话的时候，他声音低哑，眉眼一发的淡。不择手段利用所有人的人，我当然知道。我伸出手，重重地掴向皇上俊美的面颊，他不避不闪地承受了我这一巴掌，嘴角溢出一丝血红，然后竟是低下头，强吻了我。青青，朕究竟该拿你怎么办？皇上最终还是放我走了。我回到了自己家，继续享受爹、娘、哥的宠爱，并且这一次再也不用束缚自己的天性。但奇怪的是，我总觉得心里空了一块。我开始频繁地做梦，梦里有瘦小的七皇子在我经过的路上放花，然后等着我捡走它；有长成俊秀少年的他在学堂里与我擦肩而过，耳根瞬间闪过一抹嫣红；还有拜堂成亲那天，那碗酸甜苦辣咸的怪味汤，他一饮而尽，没让我喝半口。我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，皇上其实一直都在看着我，只是我从未看向他。青青，有你的信。哥推门进来，打断了我的沉思。我一字一句地读完信，诧异地发现，这竟然是梁妃给我寄来的。她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我决定赴梁妃的约，弄清楚她假死的真相。哥执意陪我，于是我们便一同上街。梁妃不是一个人来的，她还带了个宽肩窄腰、高大挺拔的小相公。这位小相公看着比梁妃年纪小，却将她护在身后，一副精心呵护的模样。梁妃那魁梧的身躯都忍不住扭了扭，面上露出一丝娇羞。夫君让一让，这是俺熟人，不会害俺的。男人往旁边走了一步，手却还与梁妃紧紧相握。梁妃也不扭捏，直接挽着夫君的手跟我说：“青老妹儿啊，那个之前俺说那谁断袖啥的，都是猜测，其实他不是。虽然很遗憾，但他应该是不喜欢俺。娘子，我喜欢你。”梁妃说罢，他那夫君便直勾勾地盯着他的眼睛，认真道：“好夫君，俺也中意你。”二人当场拥吻，不知天地为何物。我急忙转身，不去看这精神污染的画面，却猝不及防与一个熟悉的身影擦肩而过。皇上，我忍不住去追，但没追上。哥看出我的心思，调笑道：“你是不是想那个人了？”没有，我矢口否认。我怎么可能想他？我想走都来不及，我才不要再进宫呢。哎，哥深深地叹了口气。
我是你哥，我还能不知道你说反话是什么样吗？去追吧，不用顾忌我们，家里不会给你丢人，你只管随心就好。随心就好吗？我犹豫了一下，往前迈了一小步，只是一小步，但那个人影突然往我的方向跑来，速度特别快，瞬间就到了我面前，一把扛起我就跑。我挣扎了2下，太快了，放我下来！不放，这辈子都不放。这话刚落下，御医不知从何处探出脑袋，陛下，娘娘，打扰一下，我建议还是放一下，因为驴肉火少来了，趁热吃，才嘎嘎好吃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